大家好，众所周知，娱乐圈现在反复洗牌，各种数据断崖式的暴跌，各位巨星更是大玩失踪，低调至极。现在被人提到名字的，排上热搜的，都是威胁的化身了。例如张钧甯的台独，谢霆锋的国籍，个个都是随时可以被官方铁拳砸下来的靶子。所以，无论张钧甯、谢霆锋，谁都不敢怠慢，诚惶诚恐的表态爱国，慌里慌张的跟台湾、跟加拿大切割。这种一窝蜂的爱国表态和政治献媚，都是指望权力机构刀下留人的无奈之举了。毕竟，中国内娱圈的钞票还是太过容易赚了，郑爽的罚款随随便便就能高达3亿之多，范冰冰的罚款也能直冲9亿之多。完完全全就是普通吃瓜群众20辈子、30辈子也无法赚到的天文数字了。娱乐圈的水有多深呢？简直是深不见底了，似乎随手那么一捞就是1个爽、2个爽，让人一路都能爽下去的爽。所以留恋娱乐圈的人，没有人愿意跟人民币过不去，没有人愿意通过社死的方式跟白花花的钞票说拜拜。那么娱乐圈的不断洗牌，新老顶流的不断塌房，到底会不会换来一片万象更新的新天新地呢？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野蛮进组，尽快的野蛮得奖。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现在的娱乐圈迎来的是不是春天，真的不好讲了，但迎来的冬意或许已经在路上了。这风声鹤唳的1个月来，内娱圈迎来了史上最强的空降式的监管，中宣部、文旅部、广电总局等等多个职能部门都先后轮流的对娱乐圈乱象敲边鼓、敲警钟，甚至包括对某些人还直接敲响了丧钟。通过新闻天马行空的一番胡思乱想，我盘点了3种人在这个时间段最受影响。或许有您想得到的，或许也有您想不到的。总之，都欢迎您畅所欲言，互通有无，分享心声。如果您跟新闻一样全都想到了，那么就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写下数字3。如果您想到的是1种人，那么就烦请您写下1。想到了2种人，就麻烦您写下2。当然了，我更加欢迎您补充我没有想到的那些人。现在的娱乐圈在短短的1个月里就已经风向逆转，面目全非了，就像曾经火爆全中国的教培行业、手游行业一样，一夜之间就纷纷在一纸红头文件之下彻底走下了神坛，要么树倒猢狲散，要么奄奄一息了。今时不同往日的娱乐圈，从网络平台到经纪公司，从顶流艺人到千万粉丝，从任性的资方到打杂的剧务，个个都被卷入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行业大变革当中了。几乎每个人都在试图的从行业大变革当中寻找自保的密码，寻找破局的办法，寻找未来的希望。当然，更多的是被越来越多的失望所替代了，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反复确认了一个颠扑不变的历史的真相，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社会主义的巨轮一旦掉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会跟着逆转了。然而，或许您也想不到的是，顶流艺人们固然超级担心突然社死的命运和众矢之的的危机，但是他们只要低调，甚至于做足了保命的3部曲，就能立马跟社死的危险保持一段遥远而安全的社死距离感了。目前而言，有3种人的绝望感最悲催、最凄绝，要远远大过这些顶流巨星的危机感。因为跟新东方的顶级讲师一样，
他们的饭碗实际上已经被整风运动的意志文件给彻底砸碎了。第一种人就是养成系的经纪公司员工们。娱乐圈整风运动的消息一经公布，养成系的偶像培养模式就直接迎来了树倒楼塌的灭顶之灾了。日流那种花重金、花精力、费时间的直接跟粉丝紧密挂钩的养成体系，直接就被釜底抽薪了，直接就被宣布社死了。因为这套成熟完备的养成体系而大获成功、顺风顺水的大牌经纪公司们，例如时代峰峻和斯巴传媒，都直接被一剑封喉了。至于说是否把系统养成转化为集体散养，真的是不得而知了。但整个系统性的崩塌，再努力的修补也是亡羊补牢，收效甚微了，这都不用脑补了。第二种人是具有正式编制的体制内的从业艺人，例如国家一级演员张国立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内的演员，他的正牌身份其实就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演员。那么这些明明编制内的艺人有什么灭顶之灾可言呢？一句话概言的话，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吃皇粮办公差吧，老老实实朝九晚五的打卡生活吧。你跟白花花的社会上的野路子的钱，也就是那些一个爽、两个爽、n 个爽，彻底的绝缘吧。如果您实在是不明白怎么一回事，那么改开40年曾经广为人知的一个流行词，大概您也听说过，那就是下海这个词儿，也就是不少当时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一窝蜂停薪留职下海捞钱的风潮。华为的任正非就是这么一个妥妥的成功下海的典范了。正是这些纷纷下海的人，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荡气回肠和风起云涌。最近文旅部突然之间发文要求规范演职人员的商业行为，特别是要从严审批公职演职人员在所属单位以外去开展个人商业活动的行为。这份突如其来的规定，就是要那些体制内的人不得继续体制外的捞钱活动了。其实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就有几个先知先觉的顶流艺人已经开始积极的向体制内靠拢了。因此不仅社会上抢风头的考公务员上岸的新闻此起彼伏，其实在娱乐圈当中，考编制的传闻也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而且个别天资聪颖的艺人已经被单位录用了，成功洗白了。还是那句话，真无两头利。老实说，艺人们成功上岸，拥有国家正式编制的铁饭碗的身份，基本上就是赵家人的边缘人了，跟社死的关系就不太大了。只是一刀切的话，把所有商业活动的快钱热钱的途径都一一封死的话，也绝对是个相当痛苦的沉重的代价了。另外一边厢，在前途完全不明的情况之下，那些继续游走在体制之外的无编制的演员们，例如赵丽颖和王一博，虽然完全不会受到这种商业活动的约束，但同样有着意想不到的生存的压力，而且还是双重的。一个就是无时不在的社死的威力，一个是资源的调配，恐怕更加的身不由己了。因为赵家的资源肯定都是赵家人自己说了算，体制外的编外人员虽然都是自由身，但也实际上都是有上一餐没有下一餐的临时工而已。以后如果突然之间接不到活了，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说到这，你也该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老是提野蛮拿奖了吧？现在这个要命的时间点，为什么赵丽颖、王一博从快从速的野蛮进组、野蛮拿奖，有那么的重要了吧？第三种人，您可能抓破脑袋也想不到，因为他们都是小角色，他们就是那些曾经豪情万丈、10年磨一剑的后浪新人了。他们也是悲催，跟广大应届毕业生一样，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
还没工作就要躺平的绝望和痛苦了。要知道，刚才所提到的大公司老演员们，无论怎么样的悲催，怎么说，他们都是有1个爽、2个爽、10个爽的身家打底。而初出茅庐的新人呢，他们除了干劲和激情，几乎都是一无所有了。现在居然连机会都没有了，情何以堪呢？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段日子，不少综艺节目组在突如其来的一纸整改通知面前，都彻底吓傻了眼了，手足无措了。因为无论节目还是艺人，双方都有踩到红线，突然间被射死的可能性。因为现在的条条框框和规矩规范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每天一个，谁不小心都会踩到了红线，留下了后患。所以节目方和艺人方彼此都不得不思考人生，评估风险，下不了决心了。要知道，综艺节目向来都是个推出新人、提拉热度的最好的平台，但是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舞台上，用错了人，说错了话，甚至于黑背景、带污点，都会让整个节目组面临一铺清袋的灭顶之灾了。现在整个娱乐行业都处在了极其不稳定的，需要重新建立秩序的调整阶段了。而且更加痛苦的是，所谓的调整还是要跟每日翻新的中央政策起舞。所以拍一部影视剧的话，原先起码要3个月，现在的周期已经被无意中的不断的拉长了。培养一个新人谈何容易呢？一向喜欢推新、制造话题、制造流量、制造一夜爆红、制造一夜传奇、制造圈钱游戏的娱乐圈，现在已经彻底失去了动力了。大平台畏首畏尾，小艺人也担惊受怕，甚至连不少名不见经传的38线的小人物，居然都逃不过社死的万箭穿心。现在的娱乐圈哪里还有新人的容身之所呢？好了，说到这儿，您觉得这3类人的启示对赵丽颖、王一博而言，是尽快进入体制内的警钟呢，还是赶快拿奖成为体制外的宠儿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留下4个字的短评，一个是体制内好，一个是体制外好，一个是活着就好。多谢您的参与和互动。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斐夫妇、王炸 CP 这次能够安全的进组，野蛮的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2、3次了，都是可以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未来的、营造光明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拨开云雾，迎来阳光，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江湖太过险恶，坚持不管死活，爱一个人就行，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